他也只是太看重医学天才这个名誉了。薇薇，就他这种人，没必要这么善良。像他这种沽名钓誉之人，根本不配做顾家的媳妇。为主败类，为主败类，打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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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配做顾家的媳妇。你也不能抄袭我的呀！我这是回答不将指控抄袭的那篇。佳宁，别以为自己拿了个优秀毕业生就目中无人了，今后要多帮衬薇薇，知道吗？上一世，我辛苦研究出来的论文，却被姜维诽谤抄袭，到死，我的亲生父亲都没有帮我说过一句话。老天有眼，让我重活一世。这一次，我和姜家的账慢慢算。姐姐，小娘，你怎么总是这副模样？故意伤害薇薇？我真后悔把你从孤儿院给领回来呀！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是啊，我就不该回来，不然也就不用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姐姐，你别这么说，爸爸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你要实在有什么不满的，你打我骂我都可以。我不是你让我打的吗？你疯了吗你？你居然敢对薇薇动手！她可是你妹妹呀，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妹妹，我哪来的妹妹？她一个养女，吃穿用行比我样样好就算了。自从我回到姜家，你们何曾关心过我？凭什么要帮衬她？你呀，烦了你了！就因为这么点小事你就打你妹妹，你赶紧跪下，给你妹妹道歉！跪她，她也配？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怎样？欠你们姜家的名，我早就还清了。你现在最没有资格教训我。没事吧？既然都这么不待见我，那我从今天开始便和姜家再无瓜葛。哦，对了，姜薇，你不是最想要姜家的一切吗？那我就通通都给你，连同这优秀毕业生也送给你。我走就是了。别，姐姐。你不是为了今天的论文都准备了很久吗？姐姐，只要你今天上台，这天下人就都知道你的荣誉了。他这么慌张，难道事先就已经知道论文，做好准备要指控我抄袭了？行了行了，都别瞎掺和了，毕业生大会马上开始，都回去吧。哎，小水，我等着，我回家再收拾。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姜宁上台来分享她的优秀毕业论文。好戏要开始了。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的论文题目是靶向抑制剂研究。好，那么姐姐，这不是我的论文吗？你怎么抄袭我的论文啊？果然还是来了。姐姐，我知道你一直很看重大家说你医学天才的名号，但是你也不能抄袭我的论文吧？姜薇，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抄袭我论文，但这一世我会让所有人看清你的真面目。我10岁就被医学院破格录取，12岁发表了我的第一篇 SCI 论文。所有医学院的人都认为我是医学天才，你认为我需要抄袭你？可是我的论文比你早一天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这就是铁证。那肯定不是他抄的他呀。江宁，事到如今了，你还在狡辩？混账东西！微微的创作时间比你早，丢人现眼，来人，赶紧给我跪下来！
上辈子也是这样，父亲丝毫不听我的解释，任由其他人活活把我打死。爸，抄袭这么大的帽子，我就不能为我自己辩解一句吗？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不假，可你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谁知道你会不会染上那些恶习？微微虽然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她的品行我最清楚。论文我3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在等实验结果的上传。现在就下结论说谁抄袭还有点太早了吧？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泡在实验室里，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都可以为我证明。江宁确实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在实验室又怎么样？我也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爸爸和北辰哥哥都可以给我作证。既然如此，口说无凭。经院昨天刚收治一对患罕见病的双胞胎，不如你们现场验证一下，谁能治好病人，那抄袭的争议自然就揭开了。这个提议公平合理，江薇同学，你意下如何？好，那姐姐呢？该不会是不敢的吧？我当然是同意教授的提议。开始吧。姜薇，你欠我的，我会一样一样讨回你。听说这对双胞胎得的是心脏双突变肿瘤，国际上都没有成功的案例。为了这病，国内顶尖专家多次会诊都没能治疗成功，甚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要是他俩能治好，那简直是华佗在世了。是啊，可以开始。我宣布，罕见肿瘤切除手术现在开始。江宁，你再怎么挣扎都没用，你只会一步一步被自己推向深渊。准备手术。江医生，外面实在太吵了，会不会影响到手术啊？无妨。身为医者，即使是在枪林弹雨中，也要岿然不动，为患者专心诊治，不要有丝毫的杂念。不愧是出身医学世家，江宁这稳重的性子，有他母亲和宁夫人当年的风范。先建立体外循环，给停泊液，确定 ACT 的时间。我们这次要把肿瘤以及连同附着着的心内膜组织一并切除。准备开始。这是改良后的 CME 术式，竟然可以把出血量控制在50毫升以内。在血管交错的方寸间有理，刀尖精准避开了任何一根神经。这手这么稳，果然是天生的外科奇才。这剥离手法已经也避开了。老姜，我看江宁抄袭一事应该是个误会，这下你应该放心了吧？希望如此。江宁，你以为搞出这些就能洗清你抄袭的嫌疑吗？做梦！无论是你的论文，还是你医学天才的名头，都是我的。快看，江宁和姜薇的手术步骤居然一模一样。快看，江宁和姜薇的手术步骤居然一模一样。这不可能啊！两台手术的分离路径、器械使用方式完全一致啊！居然连切割的角度都分毫不差，这哪是姐妹啊？这分明是克隆人吧？他怎么会知道这个改良术式？这个针对双突变的靶向处理方案，明明是我独自研发的。江宁，想到吧？这套联合治疗方案是我在实验室钻研了半年的成果，论文目前正在核心期刊的审核阶段。姜薇刚研究出来的，他江宁为什么也会啊？薇薇的实验室向来对外公布，某些人如果想偷看他的实验记录，简直是易如反掌。真是家门不幸啊！站住！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他这肯定是抄袭，连手术步骤都抄袭，太无耻了吧！抄袭狗，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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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大家冷静，不要影响手术。难道我还是摆脱不了被他诬陷的命运吗？冷静，
母亲说过，是唯一者，即使天塌了都不能自乱阵脚，记住了吗？记住了。顾北辰是我未婚夫，却始终维护姜薇，不相信我，难道？香娘，你怎么总是这副模样？故意伤害薇薇？看来他们早就在一起了。我的论文和实验数据肯定都是他投给姜薇的，那以前的治疗手法肯定是不能再用了，不然还会被他们诬陷抄袭。莹莹，你看，这是妈妈自创的蝶翼隔绝缝合法，你是第一个看到这种缝合方法的人。以前的你能抄，现在的你总抄不了。接下来我将用自创的蝶翼隔绝缝合法来处理病症。这是自创的。姐姐，你自诩医学天才，总不能连这个也抄吧？不可能，这个缝合法只有我自己知道，你怎么会？难道姜薇说的缝合方式跟我的是一种？你是第一个看到这种缝合方法的人。不可能，我竟自己都没有用过，这个我看过的缝合法，它怎么可能会？姐姐，你自称医学天才，那你用的什么方法？我用的什么方法，关你什么事儿？缝合，他不可能会的。这种缝合方式不仅能有效的减少术后的疤痕增生，还大大降低了感染风险。这么创新的缝合手法，应该早点推广出来才是。你们看，他在处理密集区域血管时，进针角度精确到了0.1毫米，出血量比传统手术减少了70%，缝合速度和精准度的平衡把握的非常好。之前大家都知道江宁，不知道姜薇，那是因为薇薇太低调了。怎么可能？姜薇怎么可能连这个都知道？我手术做完了。看来那论文真是江宁抄的，为了保住他什么医学天才的名头而不择手段，真是医学界败类。还得是姜薇学姐啊，不仅医术高超，还很低调，不像江宁沽名钓誉，我有时候都分不清她们到底是不是亲姐妹了。退呀退呀！江医生，江医生，江医生是怎么了？手术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还不结束啊？姐姐，还没结束呢，病人的血氧饱和度都快跌破安全值了。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要是现在结束，无异于承认抄袭。有了，行吧。我的手术也完成了，就是好像有块止血纱布遗留在了患者体内。啊，是你怎么不早说？有块止血纱布遗留在了患者体内。这是多大？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啊？我的操作失误，凭什么要向你报备？钱娜，老师，我也要2次手术。姜薇的手术明明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也要进行2次探视？这不符合医疗流程。是啊，薇薇，江宁要做2次手术，是因为他蠢。你干嘛要做第2次手术啊？我手术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为了稳妥起见，还是再检查一下。上钩，快！手术刀，快！我让大家跟上课。什么？他这是结束了？江宁医生，不继续探查吗？不急，我得休息好了才能继续手术。对呀，这什么意思啊？都到这个时候还想休息？他居然还在唱歌，在这么严肃的场合，他居然还在唱歌！不许唱了！江宁医生，要不我们还是先给患者进行治疗吧。贱人，他在唱歌，那我可怎么办？不能眼睁睁的让大家看着我出丑啊！反正我做的一切都会被姜薇抄袭，那我就什么都不做，看你还怎么抄。建阳，你必须立刻给我马上手术！如果麻痹时间一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我们老姜家没有你这种草菅人命的废物！快点！学术造假就算了，居然还拿别人的生命当玩笑，你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就算做不好，也不能消极摆烂呀！就是啊。江宁医生，病人血压已经开始下降了。江医生，现在是伸展运动。1、2、3、4、5、6、7、8，2、2、3。
3、4、5、6。张医生，再不缝合，我们的麻醉时间也要过了。给我马上去，6、上去。江宁这个贱人，居然丢下手术不做了，那我怎么办？刚才的缝合我只看了一遍，根本记不住啊！难道要跟他一样丢下病人不管吗？不行，那样我所有的荣誉都会毁于一旦。有啊！张医生怎么了？喂，你怎么了？微微本来就体弱，这么高强度的手术，还给这人累坏了，才晕倒的。是啊，江宁，就是因为你抄袭了微微的论文，才导致他晕倒的。你还在跳舞？我居然和他还是一个学校的，以后毕业了，哪家医院还敢招我呀？这种草菅人命的败类，不配为医！滚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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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和，原来只要我什么都不做，你就没法脱我的医术。但是现在只有3天钟，我必须尽快想出新的缝合办法，这样姜薇就没有办法抄袭了。有了！手术完成了，帽状腱膜层缝合术是我刚刚才想出来的，这次我看你会怎么抄。各位老师，我的手术完成了。你不是晕倒了吗？低血糖而已，我喝完葡萄糖就立刻回来了呀。毕竟神命关天，我总不能像姐姐一样把病人在手术台上不管。我刚刚研究了一个新的手术方法。帽状腱膜层缝合术，请各位老师进来检查。姜薇同学皮下组织的缝合用的是可吸收线。间断性缝合，我怎么没想到呢？传统的丝线逐针缝合不仅需要拆线，而且拆线后极大可能会留下疤痕，而我用的是可吸收线，恰好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姐姐，那么我们来看用的是什么方法。江宁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甚至2台手术的切割角度、缝合针距误差不超过1毫米，这根本不可能啊！难道我终究还是逃不过被他诬陷的命运吗？瞧你的论文肯定是抄袭的薇薇，连手术方式都在模仿薇薇。江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姐姐，我以为你只是抄我的论文，没想到你连我独创的靶向研究方案和缝合手法里的这套治疗方案确实是姜维上个月投给国际期刊的，目前在审核阶段。我没有抄袭，明明是他抄我的。学术小偷还敢倒打一耙？就是。蒋直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姐姐，你要是想要我的治疗方案，你跟我直说啊，只要能救人，我愿意把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交给你。但是这次的靶向研究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姐姐，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抄了。大不了毕业之后，我把所有的研究成果和论文都交给你，好不好？江宁，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开除学术作家者！开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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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我已经做了那么多努力，为什么还是不给他抄？难道论文你可以从实验室的电脑里偷，
但蝶翼隔绝缝合法只有我自己知道。说，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姐姐，你在说什么啊？明明是你抄袭了我的论文，怎么还给我泼脏水呢？北辰哥哥，你是相信我的对不对？江宁啊，微微为了这个方案，整整在实验室里边睡了3个月。你不要以为你抵着天才医学生的称号，就可以污蔑他的努力。好一个是在实验室，顾北辰，你是我的未婚夫，我没日没夜不眠不休的在实验室里，你是丝毫不关心。他姜薇在实验室的作息，你倒是清清楚楚。哼，是啊，他俩经常在一起，好像顾北辰跟姜薇才是情侣一样。哎，我上回还看见他俩在资料室里锁着门。大家都冷静一下，千万不要被江宁所误导。你这么维护姜薇，各位，我有理由怀疑我的论文泄露与你有关。哎，江宁的意思是，顾北辰帮着姜薇抄袭他。啊？还有这事儿？江宁啊，微微是你的妹妹，我作为她未来的姐夫，关心她有错吗？还是说，就了这点人情关怀，你也要上纲上线？我上纲上线。上个月姜薇她手指只是被实验针扎了一下，你就二话不说停下了手术工作准备，开车送她去医院打破伤风。可我去年心脏不适，在病房躺了1周，你连一通慰问电话都没有。还有，之前我做阑尾炎手术，我们明明都约定好时间了，当天的时候你还要带他去听什么医学讲座？那是因为他身体虚弱。你天生身体就健康，不需要照顾。所以姜薇她把实验数据弄丢了，你熬夜3天，帮她连夜重做，也是所谓姐夫的关心。北辰哥哥，你不要为了我和姐姐吵架了，都是我不好，总是麻烦你指导我论文，这才让姐姐误会了。你思想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我只是欣赏微微在医学上的传粹，不像你，有点成绩就目中无人。江宁，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和未婚夫呢？自从把你从孤儿院里领到家，微微处处都让着你呀，现在还要被你泼脏水呀！所以，姐姐，你是因为嫉妒我和北辰哥走得太近了，是吗？我知道，你才是父亲的亲生女儿。我一个养女，没你天赋高，只能勤能补拙。姐姐，只要你不再抄袭，我以后再也不和北辰哥哥见面了。喂，姐姐，就算你江郎才尽，写不出论文，但是你也不能抄袭我的呀！我们可是亲姐妹，就算你到时候真的毕不了业，我可以求父亲让他在实验室给你安排一个助理的工作，就不至于饿死的。姜薇，你这副假惺惺的样子，还真是10年如一日。上一世的时候也是这样，一边骂我江郎才尽，一边把我的靶向药配方占为己有。没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江宁，像你这种抄袭成瘾、医德败坏的女人，根本不配做一个医生。伯父，对不起，我不能去江宁。哎呦，你这，看看你干的好事儿，大小你就不让人省心呐！现在又来污蔑自己的妹妹，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你啊！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女儿啊？
抄袭我就不说他了，还满嘴的胡话呀！连他的亲生父亲和未婚夫都这么说，看来他真是徒有其表啊！幸好发现了他抄袭的事儿，要是让他顺利毕业当上医生，不知道得有多少人死在他手里。是啊，就是，他要是继续读博，这靶向药的研究方向得倒退10年不止。江宁，你听到了吗？实现的话就赶紧承认，不要再耽误大家时间了。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那就别怪我不留一点情分了。我宣布，从今天起，我们顾家将取消和江宁的联姻。像她这种道德败坏、狡诈成性的女人，根本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北辰哥哥，你别冲动啊！姐姐她也是一时糊涂。我们两家世代交好，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伤了情分啊！没事。江宁，你看看微微，再看看你，无论是从心胸还是涵养，你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姐姐，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就好好认个错，别把事情闹大了。要不然，你不仅拿不到学位，说不定和北辰哥哥的婚事也……姜薇，我跟顾北辰退婚，最高兴的不就是你吗？正好给你腾位置。混账东西！爸，到现在了，你还不知悔改？难道我打你有错吗？顾家退婚，那都是轻的。江家在医学界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从今天开始，我没有你这个女儿，你给我滚！滚！好，这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从今天起，我江宁和江家再无瓜葛。你这是真的，不是放假。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哦，是江家的2个女儿，听说从孤儿院回来的亲生女儿江宁，为了续名，抄袭了养女的论文。他怎么可能抄？谁知道呢？这手术比赛也没分出个结果，江宁还说要和江家断亲呢。宁宁，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等这一天很久了吧？爸爸，混账！胡说什么呢？从我被你从孤儿院接回去的那一天起，你看似公允，实则处处偏向姜薇。我考年级第一，你连句夸奖都没有，他只是拿个安慰奖，你却大摆眼界。哦，你还有脸提成绩啊？要不是我管你，你有那么好的成绩吗？现在都成我的错了。真是不知悔改。海野狼，都怪我呀，太纵容你了，让你产生了妒忌心。抄袭微微的论文，你还有理了啊？明明去年我出车祸，你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还是满眼担心的。可为什么现在你却丝毫不听我的解释，就那么笃定一定是我抄了姜薇呢？你现在说这些无关紧要的，无非就是给抄袭做狡辩。你狡辩也没用，事实就摆在面前。各位，我江某行医40多年，最看重的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大伙放心，就算江宁是我女儿，我也不会徇私舞弊。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交给警察。江教授，您这魄力堪称医学界典范，为了学术正义割舍亲情，令人敬佩啊！江教授此举必将是我校立德树人的标杆案例。今天我要将这件事写进校史。江教授大义灭亲，这才是医者风范呐！
江教授公正无私，简直就是我们医学生的榜样。我看以后谁还敢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家人们谁懂啊？亲眼见证医学界大佬大义灭亲。带走。慢着，在拿不出来我抄袭的证据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带走。2台手术的误差不超过1毫米，甚至你还用了姜维独创的缝合法，这还不算证据。姐姐，你就别挣扎了，进去反省。等你出来之后，我们还是一家。各位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关于比赛的规则，是不是只要谁医治好了患者，谁就是比赛的赢家？理论上是这样，但目前2台手术都显示成功。从数据上看，姜薇的手术根本就没有成功。姜薇的手术根本就没有成功。薇薇，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薇薇的手术数据全部达标，我看你就是嫉妒她比你优秀。事到如今，你还敢诋毁你妹妹，你简直丧心病狂！你们就这么相信她？江宁，你为了摆脱罪状，不许编造出这样的谎言，你简直不可理喻。没错，你妹妹的手术结果可是经过经院专家亲自检验过的，怎么可能失败？你休想在这颠倒黑白！姐姐，我知道你恨我，但是你也不能诅咒我手术失败啊！这不是拿患者的性命开玩笑吗？你开玩笑，太不像话了。好，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那我也不必多说，只希望大家多看一看姜薇的病人，怎么样？这怎么回事？血压骤降，心律不齐，这是手术失败的征兆啊！怎么回事？你可以偷我的缝合方法，偷我的数据公式，但有些东西你永远都偷不了。但有些东西你永远都偷不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这样？心跳要停了，快救人啊！快！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啊，手术很顺利，各项数据也都正常。你，江宁，病人危在旦夕，居然还笑得出来，简直丧心病狂！难道病人的生命在你眼里就视同儿戏吗？太恶毒了，这个女的！你妹妹的病人命悬一线，你还在这冷嘲热讽，你对得起你身上这身手术服吗？你们少在这装腔作势。现在的情况是，我的病人生命体征非常平稳，反而是姜薇的病人危在旦夕。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些人天天把努力挂在嘴边，说什么勤能补拙，结果连最基本的医疗事故定位都不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努力吗？我看像这种人，连医学院的大一新生都不如，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偷了别人的成果就在这招摇撞骗。患者心跳数值已降到最低点了，再耽误下去，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姜薇固然可恨，但病人是无辜的。上辈子我就是因他而死，这辈子我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再令他受到伤害。干什么去？救人啊！你会那么好心？我看你就是想进去做手脚，惹是他手术失败，好嫁祸给薇薇。你能不能不要把任何人都想得那么卑鄙？快让开，要不然来不及了。你不能进去，伯父，千万不能让他进去，里面那么多专家呢，根本轮不到他。对，不可能，我的手术不可能有问题。江宁，一定是你，是你要害我。对，这里边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薇薇的医术我是最了解的。哦，一定是你在捣鬼。都到现在了，你们还相信他怀疑我？你为了脱罪，不惜诅咒病人，你简直丧心病狂！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交代？交代什么？姜薇的手术本来就有失误，不可能！我的手术不可能有失误，要是我有失误，那你也逃不了。我的手术不可能有问题，如果有，那你的手术
也不可能击败，因为我们用的是同一种方案，凭什么你就没有问题？哦，所以说你承认用我的方案了？胡说，明明就是你偷了我的方案。姜薇，我劝你还是趁早承认了抄袭我的论文，盗用我的方案还来得及，不然等到你的病人危在旦夕的时候，有生命危险，作为主刀医生可是要坐牢。姐姐，你不用在这吓唬我，分明就是嫉妒我超越了你。你从小就见不得微微好，现在他稍微出点事儿，你就迫不及待的落井下石了啊！你还是人吗你？没想到江宁竟然这么心胸狭隘，亏我之前还拿他当榜样学习呢。原来在你眼里，我永远是那个居心叵测、落井下石的人。好，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那我们就等一等，看看到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冤枉他。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那位退休返聘了3次的霍教授吗？金院有90%的主任医生都是他的徒弟。旁边那位是谁？那位是刚回国来的副总，国内最大的制药企业富士集团，就是他的。这么厉害！霍老，这怎么还惊动您老了？涉及学术作弊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能来？江宁，你口口声声说姜维的手术有失误，那你倒说说看，这失误到底在哪儿啊？这里有2份检验报告单，这对双胞胎患者的病症看似相同，但是有一个关键数据截然不同，就是这个 CEA 值。我的患者的 CEA 值远远的超过了正常水平的3倍，所以在手术过程中必须要扩大它的切除范围。但是姜薇，他的患者的 CEA 值就是在正常水平范围内，所以在手术过程中是根本不需要用到如此激进的切除方式。这不是术前最基本的病理分析吗？连这点都没搞清楚就贸然手术，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对呀，这太负责了。这是干什么的？你胡说！是吗？那我想请问，为什么你在已经知道患者有这个情况，在他出现出血异常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你的手术方案，反而继续和我的手术步骤一样，强行切除？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早说？非得看着你妹妹出丑不可吗？术前分析患者的各项指标，这是每一个医学生都应该掌握的基础常识。但是他姜薇连这基础能力都掌握不了，还在那口口声声说我抄袭。各位，难道你们不觉得可笑吗？太可笑了吧！绝对是他装的。现在，想必大家都看清楚了，我姜宁根本没有必要去抄袭一个连基本病理分析都做不好的人。江宁说的确实有道理，这种失误不像是出自原创者之手啊。对呀，即便微微的手术有失误，那导致失误的结果也是因为你。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病人可好好的。要不是因为你抄袭微微的论文，怎么可能会有这场本不该存在的比赛？我们选择了这对双胞胎的目的，是与他们的病症是一致的。而你术前明明知道2个人不一样，你为什么不说？哼，我看你就是嫉妒微微比你优秀。这些年你都是在这种打压下过来的吗？江宁，你一点意图都没有。你明明知道微微的病人是有问题的，你为什么术前不说？顾北辰，你现在跟我讲医德，我为什么要去给一个诬陷我抄袭的人擦屁股？各位，难道你们被偷东西的时候还要手把手教小偷怎么不被抓吗？姜薇，既然你刚才说治疗方案还有手术方法都是你自创的，那正好，现在病例还有失误都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去救你的病人？我哪会治疗啊？江宁这个贱人就是想让我身败名裂。我当然会治疗，这是我的责任。我也跟你不一样，他刚才即便晕倒了，也重新回到了手术台。
他怎么可能会顾着自己的病人不顾呢？哎，薇薇，你怎么了？怎么了，薇薇？又装晕，除了这招，你别问。闭嘴！薇薇本来身子骨就弱，要不是你逼她，还能这样吗？江振国，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他在装晕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混账话？难道你非得逼死薇薇不可吗？你别怪姐姐，她也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江宁，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为了医学呕心沥血，而你呢，像一条毒蛇一样只咬着不放。早是当初我就不该生你，现在还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残害骨肉血亲。江宁不仁不孝，从今天起，他再也不是江家人了。之前所用的所有资源全部收回。爸，你别冲动，姐姐她只是一时糊涂，她才刚回江家，要是你把她赶出去，她要怎么生活呀？薇薇，你就是太善良了，所以才会被他肆无忌惮的欺负。江宁，你看到了吗？你把薇薇害成这个样子，还在替你说话，你有没有良心？良心？我有啊，是他没。他要是真有良心，就不会用装晕的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江薇，事不过三，这已经是你第2次装晕了，下一次你就不信大家不相信你了吗？你血口喷人！北辰哥哥啊，我没事，姐姐，我真的没有装晕，我只是前几天写论文，3天3夜都没有喝饮，所以才……没事，你先好好休息。你看到了吗？薇薇是因为写论文所以才晕的。你说她是装的？闭嘴！我已经受够你们俩一唱一和了。顾北辰，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和你们顾家的婚约到此为止。你……哦，对了，还有江家，不是你们江家不要我江宁，而是我要跟你短期。你反了！离了江家，我看你怎么活！姐姐，你别冲动，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你真是疯了！你知道江家在医学界的地位吗？这些年，你离了江家给你的资源支持，你研究个屁！离了江家，你就是条狗！是，现在的我，家人背叛，男友出轨，就连妹妹都要诬陷我抄袭。那您觉得我现在和狗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他只是嘴硬罢了。等他在外面好好吃几天苦，他就会知道自己现在的决定有多么的愚蠢。到时候我就好好的看一看，当你失去了江家的庇护，还能支持几天？你到时候还不是哭着回来，求伯父原谅？你别说了，姐姐她也就是一时气上头，所以。江薇，你这副假惺惺的嘴脸，真让人感到恶心。各位，我江宁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就算我以后过得穷困潦倒，我也坚决不会踏进江家半步。江宁，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也省得我出手把你赶出江家了。怎么了？薇薇，快送她去医院！快准备手术器械，我要进行2次手术。这手法比第1次手术还要精妙。手术完成了。现在能向各位证明我的清白了吧？手术非常出色。哎，那论文发表时间的疑点，会在这儿，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来证明姜薇的论文就是抄袭的。不错不错，小姑娘有志气。哎，我有个实验室，现在正在招研发，你有兴趣吗？霍老的实验室当然有，欢迎你。好。能进霍老的实验室，研究靶向抑制剂的进展就快多了。江宁小姐，听说靶向抑制剂是姜薇的研究方向，你之前就有抄袭的绯闻，现在继续研究这个方向，难道不怕再被告抄袭吗？既然姜薇说我抄袭她，那今天我就请全国观众跟我一起做个见证，看谁先研制出来靶向抑制剂，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抄袭者。还是当初那副要强的样子，这样我就放心了。我们别任性，我们回去休息好不好？谢谢人命关天，我得回去做手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休息。爸，微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微微她这是怎么了？还不是江宁那个混账，抄袭薇薇的论文不说，还在医院里搞成比赛，看把薇薇都给累倒了。这回呀，江家的人算是丢尽了。没错，他还完全不顾江家的名声，扬言要和江家断绝关系。什么？抄袭？断绝关系？江宁真是太过分了！明明我出差前，他还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会研制出靶向药的抑制剂送给我，没想到都是骗人的鬼话。一个孤儿院出来的，能有什么真本事？是我惹了江宁姐姐生气，都怪我在江家占了她的位置。也许我要是搬出去，江宁姐姐就不会再跟江家对着干了。薇薇，你别多想，当年她被报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么多年来，我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妹妹了。没错的，薇薇，你放心，我会一直这么认真。微晨哥哥，好有你在。薇薇，不行，我要去找江宁问清楚。可是姜薇的论文发表时间比你早，你说她抄袭的依据是什么？时间的早和晚从来不是衡量学术成果的标准。姜薇的实验数据的确和我一模一样，但是我的论文完成时间要早于她1个月，只不过我当时是在等其他的研究数据，所以耽误了。不可能！薇薇，江宁姐姐，你为什么要害我？薇薇，你别怕，江宁，你抄袭还想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学术造假的人明明是你。现在双方各执一词，真相究竟如何？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既然姜薇也在研究靶向抑制剂，那我们就用成果来说话，看谁先研制出来能够通过临床验证的靶向抑制剂，那谁才是真正的学术强者。姜薇，你敢不敢接受挑战？接，让他知道我们江家不是好欺负的。没错，薇薇，有我们在，你一定会赢的。薇薇，拿出真本事，别让外人看了笑。好，我应战。江宁，这场赌局你必输。到底谁才是抄袭者，谁才是学阀？蒋家二女明目争夺战，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死丫头是把硬啊！今天当众下战书，要和江家作对，这是存心想让整个医学界看我们的笑。伯父，你说的没错，他就是故意让江家难堪的。都是我不好，我要是没有写那个论文，姐姐她就不会。行了，现在说这些能有什么用？江宁她就住在这种地方。是的，大小姐，江宁小姐从孤儿院回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怎么可能？2楼有那么多空房间，为什么让她住在这儿？难不成她是想故意装可怜？大小姐，2楼一共6个房间，老爷、您、薇薇小姐各占1间卧室，还有老爷1间书房，您1间书房，最后一个房间改成薇薇小姐的衣帽间了，就只剩这杂物间。
那他买这些方便面做什么？还都是过期的。这是小姐每天上学带的午饭，她每天都舍不得去食堂吃。什么？他一个月有几万的生活费，就吃这种垃圾食品，他是想故意作秀给别人看吗？大小姐，自从那次姜薇小姐说她偷家里的钱之后，江宁小姐就再也没有拿到过家里的生活费了。是老爷说她性子野，要好好罚一罚。那家里那些名牌包，还有那些高定礼服，他随便拿一件出去卖，都可以抵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啊！小姐的衣柜里就只有这2件校服，每天就是这2件衣服换着穿。她唯一的名牌就是这双鞋了。微微啊，是大孩子了，开销啊肯定不比小时候了。来，这500万呐，拿去花。谢谢爸。薇薇，你看这是什么？送你的。姐，这款式也太老气了。我想要巴黎世家的那双新款。好，都给你买。谢谢。吃饭去吧，走。走。喜欢就拿去，别在这里丢人现眼。谢谢姐姐。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好好给她过过生日，我们都忘了微微的生日也是江宁的生日。她成绩一直都很好吗？江宁小姐总说您是家里最耀眼的星星，为了不拖后腿，她天天学习到凌晨2、3点。我知道了，你出去吧。是。今天微微钢琴比赛拿了1等奖，爸爸姐姐都很开心。要是我也能拿奖金，是不是也能让他们开心？早餐只敢买1个馒头，省下的钱又多了2块，帮同学补习赚了50块，离目标又近了1步。目标？什么目标？奖学金发下来了，跑去商场挑了好久，这条星星项链和姐姐一样闪亮。星星项链。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姐姐，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生日快乐。项链我只带梵克雅宝家的，以后这种地摊货别往我面前送。原来我的宝贝在姐姐眼里这么廉价，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你呀，不行，我要把她找回来，一定要好好补偿她。别动！不动！小薇，你又来偷东西！我的江大小姐，眼神该换个老花镜了吧？为了我还浪费了学习时间来帮你整理数据哦。小白，对不起啊，我这几天被姜维搞得草木皆兵的。哎，原来霍老教授亲自发的 offer 是你呀？哦，对了，小白，你今天怎么会来这儿？
别提了，自从你回了江家，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还以为我们的抗癌姐妹花要散伙了呢。我拿过来！哎爸，你还给我！起开！什么实验室啊？分明是想找借口出去鬼混。一个孤儿院出来的野丫头，能有什么可言呢？从现在开始，给我待在屋子里，好好反省。爸，爸！哎，想什么呢你？你不会又要去陪那个家人吧？怎么会？从今天起，我就要常住在实验室里，再也不会为了什么所谓的家人放弃研究了。你的事我也有所耳闻。今天我们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了，从今往后我们就向前看，为了诺贝尔医学奖加油！先把奖金和专利拿到手再说吧。好。哦，对了，小白，辛苦你把那份数据拿给我。好。等我研究出靶向抑制剂，看你们还怎么说我抄袭。祖宗，咱都失败108次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雨呢，咱回家吧，好不好？你先回吧，我做完这次的实验就回。那你早点回啊，慢点啊。真的成功了！这么大雨，怎么办？你要去霍老那儿？副总。走吧，我送你。谢谢副总。你还记得我吗？当然，富士药业的总裁嘛，上个月刚捐了3家癌症研究所。对我还挺了解的。我有的是时间让你相亲。好。不错，数据堪称完美，富士集团的投资有着落了。小江，你可给我们研究室争光了。真的吗，霍教授？富士集团点名要和主导抑制剂项目的研究员合作，你呢就安心留在这儿，继续发光发热。副总，我们赶紧走吧。还没有交流的消息吗？外面都下这么大暴雨了。大小姐，暂时还没有消息啊。哎呀，我说兰姐呀，你就别瞎操心了啊！像他这样的人，在外面根本坚持不了几天，到时候啊，还不是哭着回来求收留。明明她是你的未婚妻，你怎么能这么冷漠呢？我跟他都已经退婚了，他现在就是一个不自量力的一个跳梁小丑罢了。大小姐，查到江宁小姐的踪迹了。江宁，你是个好孩子，跟我回家。我不会回去的。姐姐，你别在这较劲了。你看你在外面混成什么样子，你都听我们一句劝，好好回去给爸爸认个错，承认是你抛弃，这样我们一家都会原谅你。
果然，你们江家还真是一个样子。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把抑制剂的数据给霍老看过了，到底是谁抄谁，结果很快就会知道。站住！江宁，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微微也研制出了突破性的数据。实验曲线数据模型，这和我数据一模一样。难道姜薇又偷了我的数据？不可能，这不可能！江宁，你干什么呀？这可是我亲手研究出来的数据。宁宁。那你藏起来，像犯错的小孩，心跳忽然多了一拍。怎么回事？江宁他怎么回事？他知道微微也研制出了抑制剂的数据，所以急火攻心，晕倒了。姐姐也是太脆弱了些。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亲姐姐。病人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低血糖休克，作为家属，你们是怎么照顾的？看你也不像是缺钱的人，最起码的饮食保障都做不到吗？他营养不良，哎，我看你就是跟江宁串通一气，故意说出这样的话，危言耸听的吧？江家什么时候亏待过他？北辰，我就是个医生，就事论事，怎么会跟病人勾结？医生，你先别生气。宁宁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病人家说，病人还需要住院观察，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啊，我去。行，到底怎么回事？副总，病人这次晕倒，除了营养不良外，疑似脑部里还有其他东西。我建议给他做一个脑部 CT， 排查一下。宁宁，你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不舒服？你有没有想吃的喝的？我去给你买。孤儿院出来的孩子最会装病博同情了。哎，现在大伙都围着你转，怎么样？达到目的了吧？北辰，大姐，你也是这么想的？怎么可能呢？我其实你不用解释了，在你们眼里，只有姜薇才是那个值得捧在手心上的宝贝，不是吗？你现在就做出选择，我和姜薇，你到底要我，还是要他？宁宁，你不要为难姐姐了，我这就收拾东西搬出江家。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养女，只要江家和睦，我没关系。微微，你胡说什么呢？这么多年，你跟亲生有什么区别？别多想。你少在这咄咄逼人！你是看微微比较善良，所以一直欺负她。你们好，真好。你们少在我面前演什么姐妹情深的戏吗？不累吗？宁宁，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你根本就选不出来，因为答案早就写在你眼睛里了。亲生妹妹居然比不过一个养女。享受着江家的资助，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想一走了之啊！哎，你把江家当成什么了？慈善机构啊！我的学费还有生活费都是我自己赚的，我不欠你们任何。这根本就不可能！再说了，你一直住在江家。啊，是，你倒是还提醒我了。江家确实是让我住过2年的杂物间。我按现在的市场价跟你们算，1万，够了吧？宁宁，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呀。本来牌象抑制剂是我准备送你当生日礼物的，
现在不用。请你们记住，从今天起，我江宁和江家再无瓜葛。是我不小心揉碎了夜的光，还是你因为太沉我失去？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少多存进去！我给你支起医院，你想干什么？你他妈谁呀？江家的事你也敢管？你也说了，这是江家的事儿。我记得你好像姓顾吧？我姓顾跟你有什么关系？关你屁事儿啊！北辰，够了！我是看在兰姐的面子上，你给我等着！你去哪儿？北辰，北辰！宁宁，我过2天再来看你。江小姐，你身体还撑得住吗？谢谢，我没事。今天多谢副总帮我解围。霍教授向我介绍了你的研究，富士药业首席研发师，1000万年薪，顶级资源实验室，任你调配。江小姐，可愿取救啊？这是真的吗？当然，随时欢迎加入。就能找到星辰大海，悬崖边的重要是当站。回来了。先让那个逆女在外边跪着，跪不满3天3夜啊，甭想进门。爸，宁宁她不会回来了。什么？还反了她了？翅膀硬了是吧？爸，你为什么要停了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她在江家连饭都吃不上。不是，你胡说什么呢？我从来也没停她生活费呀，这些不是由财务一直在发着吗？哎，喂，这些年江宁的生活费每个月是多少啊？江宁小姐的生活费和学费从接回来后的第2个月就没发了。什么？我就是想着治治他偷钱的毛病，怎么会你说？都怪我，都是我不好。姐姐现在肯定恨透爸爸了。一身的反骨啊！从孤儿院出来的就是胃不熟。他不是要钱吗？给他，省得他在外边给江家丢人。爸，宁宁要的从来都不是钱。伯父，兰姐，先别说那个江宁了，咱们薇薇呀已经被富士录取了。什么？此话当真？那还有错？富士都已经官宣了，说是看中了江家千金的研究能力，要聘请江家千金作为首席研究员呢。录取通知啊，不日就会到的。好，太好了！我就知道啊，薇薇肯定会给江家争气的。快通知下去，我要邀请公司的合作商把这个好消息啊宣布出去。江小姐年纪轻轻的就攻克靶向抑制剂难题，还把那么重要的数据公布出来和大家分享，真是无私啊！这是刚从拍卖会上拍卖下来的翡翠镯子，不成敬意，还请江小姐笑纳。谢谢。这些数据公布的正是时候，看江宁还怎么说我抄袭。不知道宁宁现在怎么样了？像他这样的，在外面撑不了几天的。你怎么来了？知道错了，还不赶紧给薇薇跪下道歉？爸，宁宁肯回来已经很好了，我觉得江先生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回江家，我只是填错了地址，复试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这儿，顺带回来取一下罢。富士集团录用的难道不是江薇，而是这个江宁？说不好啊，富士只是录用了富家千金，没说是哪一个呀。江宁，你还真是阴魂不散，
这个时候还来搅局，存心让我难堪。江宁，你只是在实验室打了几天杂，你也配跟薇薇比？薇薇可是跟诺贝尔得主一起研究过课题的，你这个呀，就叫自不量力。我是配不上他，因为我不像他，抄袭成瘾。混账！生你养你，就学会了抢国和撒谎。哦，这孤儿院出来的，这骨子里边果然是透着市侩呀！啊！我从未花过江家的一分钱，谈何养？反倒是你们，明知道姜薇在用我的成果来给他自己贴金，你们却眼盲心瞎，视而不见。哼，还敢嘴硬？你瞧瞧你现在这副样子，衣服穿得像乞丐，说话没规矩，还妄想进入富氏集团。富氏能要你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吗？我是衣着简陋，但至少我的双手是干净的，不像某些人，外表衣着华丽，内里却满是肮脏的算计。你个混账东西，我就不该从孤儿院把你领回来，省得你给江家抹黑。薇薇从小就有名师教导，有他珠玉在前，富氏能要你这种没有教养的人吗？啊？是，我是没教养，我是有娘生没爹教。谁让我从一生下来就被你们给报错了？哼，别人怎么报不错呢？啊，怪就怪你自己命穷。我确实是命不好，不然怎么会成为你的女儿？小兔崽子！你他妈是哪根葱啊？敢管我江家的事儿？富氏集团傅延琛，他就是富氏商业的总裁，居然这么年轻。是啊，当时听说他出国是为了拓展市场，如今回来了，怕是要让富氏更上一层楼呀。上次救江宁的人，居然是富氏集团总裁，那他跟江宁是……哦，原来是傅总啊！您是亲自来送录用通知书的吧？这位呀，就是小女姜薇，她在科研上可是颇有建树嘞。副总眼光独到，江小姐确实天才啊！还让副总亲自送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人才值得专程来见。哎呦，江宁小姐，这是富氏药业首席研发室的录用通知。副总，你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个通知书应该是给薇薇的。副总啊，你一定是搞错了，薇薇才是医学界的新星啊！她这……我从来不会认错人。宁宁，你等我，无论我去了哪里，我一定会回来找到你。江宁小姐，我现在正式邀请你担任我们富氏集团首席药物研发师，年薪1000万。1000万！配备顶级实验室，所有研发经费无上限，并且你可以享受我们公司的原始股份。感谢副总信任。江小姐，这么大的事儿，不用跟你家人商量一下吗？副总，我想您误会了，我没有家人。宁宁，你别这样。既然江小姐已经决定，那江小姐，我们走吧。走。站住！江宁，好手段呐！短短几天时间，就让副总对你另眼相看了。江总，请慎言，你侮辱我首席研发师，就是侮辱我整个富氏。爸，宁宁能进富氏，那是因为她有真本事。她之所以走这么决绝，那是因为她之前在我们家，她太受委屈了。你还学会胳膊肘往外拐了？先生们，富氏集团的职位应该是我的，不就是抑制剂吗？等你研究出抑制剂那天，就是你的死期。从今往后，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研究都会是我的。天才医生的名号，富氏首席的位置，
统统都该是我的。江宁，你真的要跟江家对着干吗？你知道你这么绝情吗？绝情的，从来都不是我。副总，这就是您说的实验室？都是为你准备的，进去看看。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江宁博士。欢迎江宁博士。谢谢大家。这里有最新的基因测序仪，国内首台，还有这里的团队跟资源，你全权负责。副总，太感谢您了，这些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你值得。您放心，有了这些，实验进度一定能大大加快。小希，副总。带江博士去参观一下。是，副总。江博士，这边请。没关系，娘娘，我们有的是时间。江博士，外面江家的人来了，指明要见你。江家的人？拿这么东西干嘛？你老跳得对我好一点。小希，这种研究重地怎么能放外人进来呢？娘娘，不关他的事，是我们想进来的。娘娘，这些都是送给你的，之前错过你很多生日，很抱歉。但是我想不必了。娘娘，我是真想弥补你。弥补？之前我用攒了3个月的奖学金给你买生日礼物，你当着我的面丢进垃圾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要弥补我？差不多得了啊！别以为进了复试以后就可以目中无人。我告诉你，别高兴得太早，等你没了利用价值以后被复试赶出来，到时候可别哭着求回江家。顾少好像很有信心呢。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会研究吗？微微也可以，而且比你强。两位今天来，倒不像来道歉，像是来挑衅的。像怎样？既然顾少这么有信心，那不如就请大家一起做个见证。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谁能先研究出来癌症的靶向抑制剂，那输的人就承认谁是抄袭者。现在我不妨直接告诉你，3天，用不到3天，我就能研究出来靶向抑制剂。诸位，拭目以待吧。小希，送他们走。是。江宁，娘娘，江宁。现在我不妨直接告诉你，3天，用不到3天，我就能研究出来靶向抑制剂。江宁，你敢这么挑衅我？也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这一次，我就要把你从云端直接跌入泥潭，永世不得翻身。顾北辰，你为什么那么说话？你明明知道宁宁她……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嚣张的气焰。怎么，真的分是他了不起啊？嚣张？他以前对你用情那么深，你难道都忘了吗？你就这么对他的？难怪他不仅要跟江家断亲，连和你的婚约都推得那么干脆。不是你，这宁宁的日记，你给我好好看看，看看你到底都错过了些什么。我不要，我对他东西没兴趣。你必须看。是。
关系。我倒要看看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今天见到了顾北辰，原来他就是我的未婚夫。他那么优秀，我要努力，不能给他丢脸。北辰哥，你的企划书落在会议室了，我帮你拿过来了。谁让你动我文件的？这些文件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我的导师也在做这个项目，我行了，别说了，以后我的东西别少碰。之前那个项目一直没有动静，那天过后就直接接了，难道是因为他？北辰哥最近接手公司压力很大，我查了很多医书，做了安神养胃的药膳。顾总，江小姐送来的药膳。知道了，无为有心了，你先放那儿吧。原来一直是江宁啊！江家居然抢先一步发布靶向抑制剂，听说还要现场用药。副总，这不是让案件看不起他的笑话？当初就不该轻信一个脱离江家的丫头。现在好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江宁小姐的能力，我亲自考验过。哼，副总莫不是被感情蒙蔽？江家之前就公布过抑制剂的数据，现在比我们早一步研发出抑制剂，我们拿什么整？大家放心，江家的抑制剂来之不正，我一定不会辜负集团还有副总的信任。江宁，江宁，别醒了。副总，让你担心了。喝点水吧。谢谢。还好没发烧了。你身体撑不住，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姜薇会抄袭，所以我就按部就班的继续做实验，让他抄，让他公开数据，目的就是想让他露出马脚。只不过我没有想到，他的手段会这么高明。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抄的。抄袭的原因找到了。是什么？这是什么？医生在你脑子里发现了一个微型的可视晶体，根据推断，应该是1年前被植入的。这种微型晶体可以在短距离内实现被植入者的视觉信息和脑部信息，也就是想法。江教授，恋爱这次车祸并不严重，我们几个操刀，您还不放心吗？就是啊，江教授，您已经退休多年了，而且这次患者又是您的女儿，您这是违反规定啊！宁宁是我的女儿，她的手术必须由我来完成。您这又是何必呢？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女儿，就会明白哪个父亲不担心自己的女儿呢？好了，你们先出去吧。原以为你只喜欢姐姐和姜薇，没想到
我出事后最担心我的是你。娘娘，别怕，马上就好了啊。我还一直以为他是担心我的，原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算计我了。为了他的那个宝贝女儿姜薇，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娘娘，无论你以后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你。副总，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一直这么相信我，还不计回报的大投入我的项目，我们非亲非故。你难道就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我是谁了吗？你看看，你还记得吗？宁宁，我要和我爸爸妈妈走了，你等我，等我安顿好了，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小哭包，你别哭，我一定会等你的。走吧，走。宁宁，你等我。原来是你，小哭包。你可不能现在叫我小哭包，那都是小时候的了。不过还好，你终于是记起我了。那小时候的诺言还算数吗？什么诺言？我不记得了。宁宁，等我长大了，你做我的新娘好不好？好。那我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给招。喂，你可说好了你要做我新娘，可不能耍赖啊！小哭包，谢谢你，但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江家2位千金，一位掌商业帝国，一位握医学未来，真是满门荣光啊！过了今晚，江氏药业怕就是要成为行业第1了。可不止呢，那可是治疗癌症的抑制剂。只要过了今晚的临床试验，就连富士集团也不能与江家争辉啊！没错没错，只要今晚临床用药成功，江家呀马上就要超过富家，成为国内的龙头标杆了。是啊，江老过奖喽！小女自幼聪慧，我专门聘请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做她的导师。这点成果呀，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富士集团到。爸，你邀请了富士？没有啊，不是你邀请的吗？姐姐，你们怎么也来了？江家不是要开庆祝会吗？我富士自然要讨杯喜酒啊。副总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呀！那就好，我还以为江总不欢迎我们呢。哎呦，哪里？那不是副总吗？他身边那位是？哦，我想起来了，是江家的小女儿江宁，现在呀在富士工作。江老，
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原以为您前2位千金小姐已经足够优秀，没想到小女儿更是了不得，竟深得副总青睐啊！是啊，是啊，他跟傅衍琛走这么近，他不就是个研究员吗？爸，宁宁在江家不受重视，自然是有人重视她。之前以为他就是个普通的研究员，既然他和傅家走这么近，我就把他弄回来，省得他胳膊肘朝外拐。之前我已经找过他很多次了，宁宁的态度很坚决。他这是想让我向他低头啊！宁宁啊，之前呢接你回家，爸爸实在太忙了，没空宣布你是江家的女儿。今天来的正好，一会儿啊，爸爸当众官宣你的身份。江家女儿的身份，怎么是有皇位要继承吗？张总啊，傅总啊，这是我们的家事儿。是吗？我记得江小姐早就跟你们断亲了呀。没，江总，我劝你做人做事还是得有点眼色，否则你动了不该动的人，遭了报应，弄得家破人亡，那就不好了。不，那个断亲呐，说的都是气话。宁宁啊，赶紧给傅总解释一下啊！解释什么？傅总说的非常对啊，特别是你那个养女，她要是再敢惹到我面前，我可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姐姐，你不是都和江家断绝关系了吗？怎么，这是后悔了？你放心，不管我回不回得来，你想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毁得一干二净。姐姐，你从小被抛弃在孤儿院，那是你命不好，不像我啊。虽说我父母把我遗弃在医院里，但是我从小被江家人养大，受尽全家的宠爱。我的命呀，就是天生比你好，我就是江家的一份子。我劝你啊，别妄想回到江家，这里没你的位置。当然，你当然是江家的人，因为你们都一个德行，一样的不知廉耻。你也就只能在嘴上逞逞英雄了。别忘了，今天这是什么场合？今天的宴会是为了见证我在医学上面的成就，当然也是为了见证你如何身败名裂。是吗？那我拭目以待。我要确定姜薇是否用晶体监控你的大脑，可以在短距离的时候用特定频率的微电流转射来干扰他的脑电波信号。如果他有反应，就能证实。哼，就算有傅衍琛撑腰又如何？你的研究成果最终还是我。你怎么？你怎么了？江宁，你是不是又欺负薇薇了？顾北辰，说话要讲证据，这大家都在这看着呢。我刚才可什么都没做，你的薇薇她就头疼了。是啊，江宁小姐可还什么都没做呢。谁知道她是不是又在装病呢？北辰哥哥，我没事，可能是这些天研究抑制剂的靶向药有些太累了。确实，江二小姐辛苦了。听说这2天一直在实验室。是啊，为了赶在复试之前发布，肯定是没日没夜的。恐怕是抄得太累了吧？别担心，一会儿他就不死定了。别看他现在和复试走得这么近，只要咱们把抑制剂实验成功，那他就会沦为傅家的弃子。江宁，笑吧，等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的莅临。
万众瞩目的靶向抑制剂临床用药环节即将开始。这项由姜薇小姐主导研发的药物将改写癌症治疗的历史。姐姐，你还记得你下的战书吗？谁要是先研究出成果，另一个人就得承认抄袭。现在药效还没有得到论证，就说输赢，太早了。都到这个地步了还嘴甜，赶紧开始吧！靶向抑制剂临床用药环节正式开始。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别人注射呀！我要让某些人输得心服口服。江家这次可真是名利双收啊！是啊，这比富士先研发出来，这传出去了，以后江家的地位水涨船高呀。准备好接受他。癌细胞活性下降了37%，药物起效了。哎呦，厉害！不愧是医学界新星啊！姜薇小姐如此年轻，便攻克了困扰众人已久的癌症，实在是医学奇才啊！就是华佗在世也不为过呀。这药一旦进入生产，投入临床，姜家肯定会成为全国最大的药企啊！姐姐，现在结果已经摆在面前了，你是不是该履行承诺，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抄袭了？你确定要这么着急庆祝吗？结果都摆在你面前了，而且药物也已经成功进入临床，怎么，姐姐这是要耍赖啊？你的抑制剂有没有效果，还尚未可知，不妨再多等一会儿。白养了你这么多年呢啊，就知道给江家泼脏水呀！你简直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大家就等着一会儿看好戏吧。不好了，不好了！患者们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3个人器官衰竭，5个人内出血，情况危急啊！怎么这样的？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是你，一定是你动了手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姜薇，你不会真的觉得偷来的成果会一直瞒天过海吧？你自己研发的抑制剂，临床的医生和患者也都是你自己选的，我又能如何的动手脚呢？我的抑制剂不可能有问题。绝不可能！你当然不会知道问题所在，因为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医学生，你怎么会知道问题出现在了哪里？难道他是故意做了错的抑制剂，让我上当，好毁了我？不可能，动物实验已经通过了，将军肯定是在诈我。所有的步骤都是按正确的方法操作的，绝不可能出错。哦，这么有自信？就算有错，现在江宁就在这儿，只要走近了，看看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不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吗？怎么会什么都听不到？听不到？什么听不到？没什么。姐姐，你要是真的有什么气，你冲着我撒，你不要为难患者呀。你要是真的动了什么手脚，你就赶紧说出来吧。怎么回事？都这么近了，怎么什么都感知不到？贝，姜薇，你的抑制剂出了问题，过不了临床试验，就想全怪到我头上吗？我从来到这儿可什么都没有做，在场的各位都可以为我证明的。你又想空口无凭的诬陷我吗？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快说呀！怎么不说了？还是说，是因为
窃取不了我脑海中的想法，所以想不出方法应对了。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完全都听不懂？听不懂？你的论文、手术方案，还有这所谓的靶向抑制剂，哪一样不是从我的脑子里偷出去的？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见不得家好，所以故意在这妖言惑众，扰乱视听。哼，我还真是从没有见过一个亲生父亲能为了给自己的养女铺路，就在这处心积虑地祸害自己的亲生女儿。我，江宁，你是不是脑受到刺激了？这种场合别乱说话。是啊，宁宁，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好好说。我没有胡言乱语，证据在这儿。这是脑部 CT。宁宁，这能说明什么？1年前，我出车祸，要做手术，一向对我爱答不理的父亲却异常的紧张，非常重视的一定要亲手为我操手这场手术。这能说明什么？父亲关心你不是应该的吗？是。之前我也以为是担心，但是从他给我亲手操纵了那笔手术之后，我的所有的实验数据，我的理论想法，总会莫名其妙的落后于姜维一等，而他却从一个成绩平平的医学生，一跃成为所谓的什么医学天才。证据就在这张 CT 片上。我来解释一下，大家请看这里，这是去年国外最新研发的一款微型可视晶体，可以植入人脑。植入会怎样呢？简单来说，这种晶体被分为子母2部分，一旦植入，携带子晶体的人，其视觉信息和脑部电波信号就会被携带母晶体的人全数洞悉。也就是说，江宁小姐一旦被植入子晶体，她脑子里的奇思妙想和科研感受就会被携带母晶体的人全数洞悉，所以才会出现手术方案被模仿、论文被抄袭，以及靶向抑制剂被抢先发布。薇薇，副总说的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江宁的猜想，是他胡说。我脑子里面要是真的有这个东西，那你有什么证据？如果你没有证据，那你就是污蔑。刚才你的2次头痛都可以证明。被植入芯片的母体，只要靠近子体，便可以窃取它的想法。但是，如果子体接触到了微电流装置，便会产生脑电波，干扰到母体。第一次是我故意靠近你，按下了装置，所以你才头疼。第2次是你的抑制剂出现了问题，你又想靠近我窃取我的想法，于是你又头疼。就是这样的，我刚才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他俩靠近姜薇才头痛的。不是这样的，我是因为连夜研究抑制剂太累了，所以才头疼的。我就知道你不会那么容易承认的。请大家看大屏幕，这是富士实验大楼的监控录像。这不能代表什么，我只是好奇才进去的。好奇？根据我们分析，母晶体对子晶体是有距离感知的。你之所以冒险潜入大楼，就是因为你怕距离太远，你无法再窃取江宁的想法。姜薇，你的行为已经严重的构成商业间谍罪以及不正当商业竞争，我们已经正式向警方报警。你好，姜薇女士，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那走。爸，我不走！爸，救我！爸，这都是真的吗？宁她也是你的亲生
女儿啊！亲生女儿又怎么了？她在孤儿院待了8年，早就野了。她身上有很多改不掉的陋习，要不是她的脑子还算聪明，我怎么会认她这个女儿？所以，我对您来说，只是一个带着陋习的工具。没错啊！我把你弄回来，就是想让你那些所谓的天才的想法给微微所用。微微她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她才是能够撑起蒋家门楣的希望。天哪，竟然是这样！虎毒尚且还不食子呢，江振国，你真是……所以之前的论文还有手术方案，都是你偷江宁的。北辰，我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为了你那所谓的正义，你就可以践踏他人的人生吗？爸，你口口声声说为了江家，可你这么做和亲生我来江家有什么区别？给我闭嘴！江宁，你就是个扫把星，你怎么敢回来？江宁，你就算揭穿了我又怎么样？你也赢不了。我靶向抑制剂就是抄你的。现在临床数据失败了，说明你的研究也没有成功，你也输了。我的抑制剂从来就没有失败。什么意思啊？姜薇的抑制剂之所以出现不良反应，并不是它药物本身有问题，而是缺少了一味关键的药引。这味药引必须与抑制剂同时使用，才能中和它的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疗效。医生，把这些药引送往出现不良症状的试验点，患者服用。好消息，好消息，各位！服用了药引之后，所有患者的生命体征都已经稳定下来了，不良反应正在快速消退，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了。带走！我不会说，我不会说。薇薇，江宁，你没有选错，你只是做出了符合你自私本性的选择。现在，我就对你滥用职权、未经患者同意非法植入医疗设备，以及不正当商业竞争等多项罪名正式起诉。江宁博士，您可真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医生啊！是啊，是啊，医术如此高超，我们的病患以后都有救了。江大博士，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了，想说的事情是会兑现了。小哭包，你又说这个？江宁，我们可不可以单独谈谈？我知道之前是我不对，我被微微蒙蔽了双眼，是我之前对你不好。可是我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